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啊，国内外都有类似于变形记这样的节目，而且很受欢迎。贫富两家的孩子交换身份，互相体验生活，这种巨大的落差带来的冲击力可以说是噱头满满。但是节目就只是节目，除了制造猎奇话题、博收视率，并没有什么教育意义。可不敢胡说啊！举个例子，像我这种穷人家孩子的贫苦，不是富二代体验几天就能体会到的。相反，我要是去富二代家里住上几天，再回到自己的家里，没准想死的心都有。所以这种节目本身就是以富人体验生活这个出发点来的。至于对穷人家孩子心理上的影响，他们并不关心。这不是大型双标现场是什么？有个名叫吴宗宏的贫穷男孩，参加完变形记后不想再回到农村，频繁骚扰城市里的爸妈，最后被拉黑了。类似的案例不在少数，因为一旦体验到城市家庭的孩子所享受的优越条件，他们就会发现，他们不是输在了起跑线，而是连站上起跑线的资格都没有。今天咱们就通过几个方面来聊聊，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的起跑线究竟差了多远。首先是生活条件，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偏远地区的信息是极度闭塞的，发展速度比1、2线城市晚上10年都是保守估计。这一点作为80后的我感触颇深。在2000年之前啊，一些县里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状态，车进不去，人出不来。很多人30岁之前连火车都没有坐过，甚至成年了还没有去过任何一座城市，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代步全靠腿，骑个自行车都已经是条件好的了。到了2000年，第一个10年都快结束了，央视新闻已经在说网吧对青少年的危害了，一些县城才刚刚有网吧，而且用的都是城里淘汰下来的电脑，很多孩子去网吧都不知道开机键在哪儿。这些还是县里的状态，乡里和村里要更严重一些。这样的情况下，谈家庭教育就是奢望。闭塞环境里，人们对于社会的认知极为有限，父母很少能为孩子进行良好的知识教育，更不用说素质和修养了。能上学就上学，不想学就回家种地，这不是玩笑，是真实的情况。等到了岁数就找个对象结婚，继续下一代的循环。17、18岁的小姑娘就嫁人了，到40岁左右当奶奶都不是什么稀奇事儿。我一个朋友现在刚32岁，孩子不只能打酱油，都已经上初中了。种地的话，一些地区都已经普及农业机械化，耕地机、收割机等大型机械自动化操作，但有很多偏远地区到现在还是以手工工具为主。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认识什么是架车，什么是锄头，什么是犁。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再来看教育水平，一些乡镇是只有初中跟小学的，想上高中就要到20公里以外的县城。有借宿条件的学校还好，如果不能借宿的话，也就是每天要行走40公里来上学。这种情况可不只是出现在新闻里，所以很多家庭选择不让孩子继续上学，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已经可以帮家里干活了，多一个劳动力就能多减轻一点家庭负担。而且很多家长很清楚，由于教学条件有限，即便自费上了高中，能考上2本以上学校的孩子非常少，就算考上了3本，由于高额的学费对家庭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想出去闯一闯的家长就会找同村在外务工或者有一门手艺的人来带一带孩子，比如木工、泥瓦工、挖掘机，边学边挣钱。这种低入学率及升学率并不是某个家庭能左右的，而是学校和社会教育的总体水平造成的，短期内无法改变。在农村高中，假如一个学校有几十名老师，有本科学历的屈指可数，其余全是大专或者中专毕业的，这样的教学水平可想而知。而且农村来的学生，由于之前的基础本来就相对薄弱，在高中的时候就很容易掉队，根本没法和全家倾注了10几年心血的城里孩子竞争。咱们只是拿农村跟普通城市比较，如果放到1线城市，差距就更离谱了。就拿英语来说，像我小时候上初中才开始学英语，所以到现在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有些地方的孩子是从3年级开始学英语的，而在上海都是1年级就开始学了。而且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上海很多公立学校就已经使用原版英语教材，几乎所有家里条件还不错的孩子，暑假里必然会在新概念英语补习班里出具。到了90年代末，上海许多驻内中学又换成了牛津出版社的教材，想学美式发音的还会去买一套走遍美国。无论美版还是英版，上海都偏爱原汁原味的洋货。所以之前网上比较火的李雷还没的梗，上海的80后是一脸懵，因为他们是不认识的。还有之前我们上大学那会儿调侃过4级挂科，对于上海的学生是无法想象的，因为4级对于他们来说完全不是个事儿。科技产品或许更能说明情况。沿海发达地区的孩子最早接触到电脑的年代大概是1990年到1992年，这个时候的主流机型是英特尔386，如果自己购买的话，当时的售价在8000元人民币左右，这个价格放到现在肯定是不算什么了，但在当时全国的平均居民工资才2000多元一年，意不意外？所以如果你家在1990年能担负普通人4年工资给你买台电脑学习的话，你可以比其他孩子提前5到6年接触到欧美 PC 游戏。当然其他人也没有等太久，在1995年前后，绝大部分发达地区的普通孩子也接触到了欧美娱乐内容。而 PC 游戏比起 FC 游戏最大的特点就是英语阅读量直线上升。
比起跳来跳去躲子弹，玩 PC 游戏要看得懂剧情才有趣。很多人课文背不出，但让他学几句 Construction Complete Yes Commander， 绝对学得惟妙惟肖。早些年中国市场的价值外国人没有看到，所以并不像今天的孩子那样到处都能拿到正版汉化内容。当时的80后遇到全英文游戏怎么办呢？电脑旁摆一个英语词典或者文曲星，见一次查一次，见2次查2次，查个3、4遍就绝对不可能再忘了。还有当时上海电视台是直接播放90年代的美剧的，广州因为有 TVB 的辐射，也让80后获得了不少先好内容，而偏远地区可能连电视都没有，那种城市又因为当时还没有卫星的关系看不到，所以这就又形成了小孩子的视野差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孩子还会继续重复这个差异鸿沟吗？我个人觉得可能会，但差异会越来越小，因为互联网的存在，信息基本是透明的，网上一查什么都有，的确是消除城乡差异最为革命性的工具。在20年前可不是这样的，1998年到2000年这个阶段，大概是中国城乡地域间信息壁垒最大的阶段。一边是沿海发达地区已经一只脚踏进了互联网时代，另一边是大量偏远地区连通电和公路都没有做到。而夹在两者之间的内陆城市，孩子们的视野完全建立在家长的职业是否接触到先进信息之上，靠自己摸索是没戏的。之所以说80后这代人从小成长经历差异是最大的，是因为再往前大家都一样穷，一样没见识，而再往后互联网又拉平了差异，只有在90年代这段时间里，先富的已经富了，后面的还没有跟上来，导致差异被急剧拉大。所幸今天的孩子有互联网，95后乃至00后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扁平得多。尽管财富鸿沟一直都在，但信息上的鸿沟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了。如果说过去20年有什么东西最大程度的拉平了城乡和地域差异，那一定是互联网了。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鸿沟是信息的鸿沟，而互联网的出现无疑是降维打击，彻底改变了普通人获取信息的方式。尤其是手机、电脑的降价，加上无线通讯的迅速迭代，大约在2009年之后，以狂飙突进的速度实现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彻底普及。到今天，哪怕一个山沟里的年轻人，只要有一部手机，搜得到3大通讯商的信号，他们和上海、北京的孩子在获取公开信息的基本权利上不会有质的差异。另外，在农村经济建设方面，这个就要看国家政策是否利好农村了。18届5中全会提出，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即将完成。国家进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交汇期。“14·5”规划也指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民生活富裕必须完成的2个重大战略任务。可见国家对改善农民收入来源、生活水平有很大的决心，这也是所有人的愿景吧。生而为人，谁都不愿意看到自己或者自己的下一代落后别人太多。每个人都有权利接受到好的生活条件、医疗保障、教育政策、就业环境等全方位的社会服务体系。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农村孩子也能像城市孩子那样学到更多知识，成为更有能力的人。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农村与城市差异的鸿沟会越来越小吗？请留言告诉我。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